说到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你会想到哪一国呢？北欧就有这样一个国家，连续好几年蝉联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更在世界幸福排行榜中呢被这样的形容：舒适和快乐的氛围，以及能够让人产生温馨的幸福感。想知道更多的话，那就赶快和我一起踏上我们的丹麦之旅吧。现在我就在这里，还有1个小时，因为我看错时间了，所以我找了1个小时来。没关系啊，这边还有椅子，然后今天也没有到真的很冷吧，所以我就在这边稍微等一下它。然后我刚刚已经确认了，应该就是这个月台没有错。凌晨4点，我在公车上。那为什么这个时间出现在公车上？很简单，因为这个公车时段的票价只要原价的1/3。作为欧洲的穷学生，只能牺牲一下睡眠了。这一趟车呢，凌晨4点开车，10点多就会抵达哥本哈根车站。这趟车程最有趣的地方呢，就是它除了一般的客运路线之外，因为要穿过波罗的海的一小段，因此公车呢就会开上船，从德国开上船之后，抵达丹麦再下船。抵达丹麦了，哇！一来这边就发现温度有点低啊，我已经穿了羽绒衣了，但感觉还是不太够。我主要是怕冷啊。下了公车之后呢，我穿过哥本哈根主火车站，准备到他们的老城区寻觅美食。哇天啊，这里还有彩虹 7， 在这边绕了好几圈，这里东西都好贵，一直找不到餐厅进去吃。反正等一下看到哪一家就进去吧。我觉得这边物价也都要200块这个克朗，所以只能吃了。之后呢，我选择一间位于哥本哈根市中心的意大利餐厅。看了一下菜单哦，我选择了这边最有名的海鲜炒面以及柳橙汁。好，现在这个菜就上来了。这个菜好贵啊！这边丹麦，我刚刚看了一下，他说比平均欧盟其他国家物价高出40%。我看到也是吓一跳。这餐吃起来可能要个25欧元要，这个非常贵啊！在我们市中心可以吃到非常好的东西。那我还是先试一下。说实话，味道很中庸，但是这个酱跟海鲜蛮到位的。这个花枝，但我觉得面的味道有点没有煮进去。再来看看这个海鲜的佐料，除了刚刚的花枝之外呢，这里还有虾子以及蛋菜。这个蛋菜在上来的时候呢，它的壳跟它的肉已经分离了，差评。看到我手中拿着这个虾子就知道接下来到了剥虾子的环节。那有吃海鲜的一定都知道，一个虾子的新鲜度的判断，很大程度决定于这个剥虾的顺畅度。通常呢，最新鲜、最活跳的虾子都有一剥就可以掉的壳。关于这间餐厅呢，我觉得它海鲜的新鲜度算是尚可接受，不过相比于它的价格，我觉得它的味道就算是普通的。刚刚老板问我的时候呢，问我说：“这个东西好不好吃啊？”
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蛮一般的。我不知道他听了什么感想。我没有很那个，我只是跟他说就是还好而已。然后他就送了一个提拉米苏给我。听说提拉米苏是他们的招牌菜，但是我们还是要公正客观的评价一下。我们等一下就吃吃看，看看这个提拉米苏吃起来怎么样。这个提拉米苏非常有水准，真的，你们看一下，我刚刚是只吃了一小块一小角，你们看一下这个的处理，它其实看起来真的没有很好吃，可是它提拉米苏吃起来是不错的。这里补充一下我当时在吃的时候就很好奇它旁边那坨白白的到底是什么？吃了一口之后呢，才发现它是优格。优格呢是属于甜甜的酸味，搭配上提拉米苏自带的咖啡味，和绵密蛋糕融合在一起那简直就是人间美食。吃完了美味的甜点再加上今天早上的奔波劳顿，因此呢，我决定先到我的青旅好好休息啦。那下支影片呢，我会继续带大家看丹麦卡斯特雷堡必去景点小美人鱼和丹麦最有代表性的美食 Open Sandwich。那就让我们继续期待我们的丹麦之行吧。那最后呢，也别忘记支持我，让我们可以持续踏上更多的旅行哦。